以色列南部港口城市埃拉特被胡塞导弹精准轰炸，后果有多严重？巴以问题是一个由来已久、错综复杂的难题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和耐心。当前最重要的是实现全面停火，缓解危机。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应正视其职责，就当前危机局势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，为巴以和平进程注入新的活力。只有这样，巴勒斯坦地区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。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，麻烦您点个赞支持一下，记得长按点赞3秒，给个霸气鼓励，谢谢。1. 巴以冲突的缘由。巴勒斯坦位于亚洲地中海沿岸，自古便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与纷争。其古称迦南，曾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共同生活的家园。随着罗马人的征服，犹太人被迫流亡四方，这段历史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。19世纪末，欧洲兴起了犹太复国主义思潮，犹太人开始怀揣着重返故土的梦想。一战结束后，巴勒斯坦地区被英国委任统治，这为犹太人的回归提供了契机。但这一进程却与当地的阿拉伯人产生了深刻的矛盾。1947年，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，意图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。犹太人接受了这一决议，并在次年宣布成立以色列国。然而，这一决议却激起了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对，他们认为这侵犯了他们的民族利益和尊严。于是，在1948年，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。在之后的第2次、第3次和第5次中东战争中，巴勒斯坦相继失去了大量土地，并产生了3次难民潮。1987年和2000年，巴勒斯坦先后发动2次大起义。2023年10月，巴以双方爆发大规模冲突。进入现代，巴勒斯坦人民为了争取民族权益，先后发动了多次起义。然而，巴以之间的冲突也愈演愈烈，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，也使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停滞。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，巴勒斯坦地区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边缘化风险。更为令人担忧的是，巴以冲突呈现出向邻国蔓延的趋势。双方冲突的持续升级，引发了中东各国的广泛抗议，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。这些抗议活动中的暴力事件不仅加剧了阿以关系的紧张，也阻碍了中东和平的恢复。2. 胡塞武装与美军激烈冲突。1月初，俄罗斯卫星通社报道了一则引人关注的新闻。据称，在红海的广阔水域上，美军军舰与胡塞武装支持者的船只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。报道详细描述了这场冲突的紧张氛围，指出胡塞武装的作战快艇与美军军舰在红海海域发生了直接对抗。这一消息震惊了国际社会，让人们重新审视胡塞武装的实力与决心。在此之前，胡塞武装已经对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大部分地区表示了强硬立场。他们警告称，计划打击与以色列有联系或驶向其港口的船只，并敦促其他国家从相关船只上撤回船员，避免在海上接近目标船只。面对胡塞武装的威胁，美国迅速做出回应。为了维护红海航运的安全，美国宣布将与多个国家共同发起保护行动。然而，胡塞武装对此表示强烈不满，并警告称他们将保留攻击与美国联合行动国家船只的权利。随着冲突的持续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胡塞武装的实力。这次冲突已经持续了长达7个月，胡塞武装展现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战斗力和韧性。他们不仅在红海上与美国军舰展开了拉锯战，还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行动。据报道，胡塞武装最近更进一步，宣称美英2国的联军对也门多地发起了突袭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。作为回应，胡塞武装果断采取了反击行动，向美国航母埃森豪威尔号发射了导弹。这是自2战以来首次有势力敢于对美国的航母发起直接攻击。3. 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以色列产生什么影响？埃拉特是以色列最南端的港口城市，坐落于内盖夫地区的南端，濒临红海亚喀巴湾。这座面积约为84平方公里的城市，拥有着热带地中海式的气候，既是以色列第3大港口，又是其在红海沿岸独一无二的战略要地。它承载着汽车进口与死海化工产品出口的重要任务。在2024年6月3号的夜晚，平静被打破。也门胡塞武装军方宣称，他们首次使用了名为巴勒斯坦的新型弹道导弹，
成功袭击了埃拉特，给这座城市带来了不小的震动。2023年下半年，胡塞武装的封锁行动让红海和亚丁湾的航道岌岌可危，对以色列的海上交通线构成了严重威胁。国际海事局报告揭示，与去年同期相比，第4季度经过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数量锐减35%，这一数字令人震惊。以色列港口管理局发布的报告更是触目惊心，埃拉特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同比暴跌40%，几乎沦为死港。面对红海航线的困境，以色列不得不将希望转向地中海，以寻求新的贸易通道。这一系列的封锁行动不仅影响了以色列的航运业，更对以色列经济造成了重创。据以色列央行估计，这场隐形经济战每月给以色列带来约20亿美元的损失，相当于其2023年 GDP 的4%。胡塞武装与真主党的双线作战策略无疑加剧了以色列的困境，使其军队陷于崩溃的边缘。以色列智库耶路撒冷战略与安全研究所的报告指出，为应对边境紧张局势，约25%的以军地面部队和防空力量被迫部署在南部和北部边境，这无疑进一步削弱了以色列的防御能力。